자, 이어서 날려보시죠. 멀어지는데요. 이거 괜찮죠? 피었습니다. 아주 많이 김승태가 고 김승태가 들어가고 최승현은요 약간 먼데요. 근데 뒤에 타고嗨，欢迎来到亚布 Heart。当你在看跑跑卡丁车竞速团比赛的时候，要怎么用名次去判断你支持的队伍现在是逆风顺风，或是两方队伍是否战况焦灼不分轩轾？这部影片会教你几个简单的方法去判断，以及用几个实例分析，这样看比赛的时候可以更容易去猜测选手操作意图，自行游玩的时候也可以比较顺利去帮助队伍获得胜利。分数机制。跑跑的竞速团比赛是以总分高低为判断获胜的依据，而队伍的总分是以队员的名次对应到的分数加总而成。从第1名到第8名的对应分数分别是18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如果第1名过终点后10秒内还有人没有到终点，那他就会算是被淘汰 （retired） 或者0分。从这个名次还有分数对应表可以发现，第1名还有第2名的分数是特别多的。游戏机制透过增加1、2名的额外分数，变成8分还有10分，提高了前段名次的权重，巧妙的使抢夺前段名次变得更加重要。那接下来就介绍几个实战中很常出现的名次。1-2必赢。如果从分数上计算，会发现一个队伍拿1-2是一定会赢的。假设蓝队拿了1278，分数是21分；红队拿了3456，分数会是18分。即使蓝队的7、8名被淘汰了，都拿到0分，蓝队的分数会只剩下跟红队相同的18分。但是因为游戏有规定，同分的时候会依第1名的所属队伍判定胜负，所以蓝队仍然会获胜，才会有1-2必赢的说法。但通常比赛的时候比较不会有被淘汰的情形，比较常是玩家自己在玩的时候有人断线或是挂机才会造成。上场层高 ，SB 的1、2名已经几乎确定。而第3名的选手在 C1 的区域做了放速的卡位，那像这场公路呢 ，KDF 的1、2名已经走远，身处中段名次的柳昌贤做了一个内线360，重点是回正的时候又压了一下对手。这场跑1的世界奇幻之门 ，SB 的1、2即将走远，属于3号位的金圣泰做了大量的卡位，甚至在 U1 的区域甩掉了一个敌人。那以上的操作都是为了让前面队友可以有更好的领跑空间，以前段名次的优势增加获胜的几率。2、3、4必赢，跟前面提到的1、2必赢类似。如果队伍没有拿到第1名的时候，那2、3、4一定会获胜。假设蓝队拿了2、3、4、8，分数是20分；红队拿了1、5、6、7，分数是19分。蓝队的第8名被淘汰，拿到了0分的话，蓝队的分数会来到跟红队相同的19分。但因为第1名是红队的，所以红队会获得胜利。换句话说，2、3、4必赢的条件是至少第8名要过终点。在这场 FNL 对上 LSB 的比赛中，此时 LSB 的名次不是很好，没办法去做中段名次，必须去抢1才会大幅增加获胜几率。最后豹哥抢1没有抢到，但主要是胜和的上位让 LSB 拿到了2、3、4。虽然豹哥冲内线没有抢到1，但如果可以更有效破坏对手的路线，也是有机会做一个牺牲打，让队友上到第1名的。2、3、5、7，在这个例子里面，蓝队拿到了第1名。红队拿到了2、3，好像两方的名次不分轩轾。这种时候怎么判断谁占优势呢？我们计算分数发现，红队拿了2、3、5、7，分数是20分；蓝队拿了1、4、6、8，分数是19分，所以是红队获得胜利。我们常听到赛事转播中所谓的做中段、打中段，这个中段名次就是指说队伍拿不到第1名的情况下要获胜的名次，而2、3、5、7就是一种中段名次。在这场 LSB 对上 Rocks 的比赛中 ，LSB 在出了兵马俑区之后，拿到了2、3、6、7的名次。此时如果前面的豹哥或是人秀抢不到第1名的话，他们就要考虑去做2、3、5、7。而看来最后 Vega 还是挡不住贤秀还有圣和给他的压力，被超过了，让 LSB 拿到了2、3、5、7的名次。2、4、5、6，2、4、5、6是另外一个很常出现的中段名次。前面有提到1、2、7、8的名次必赢。假设蓝队打出了1、2、7、8，红队这个时候是3、4、5、6，
红队只要去破坏第2名的名次，想办法抢到2就可以逆转胜。因此2456也是一种中段的极限赢法。在这场工地里面 ，FNL 对上 KDF 的强土，但是打的战况焦灼。裴成斌这边从内线进行360的漂移后，在小波区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开启停，而且李明仔的尾流完全抱在空中。这个时候 KDF 的1虽然保住了，镜头没有带到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最后名次变成2456，是一个很极限的胜利。没以上的情形，如果此时队伍的名次没有以上的情形，我会依照我个人的习惯，以某个名次为基准去推测或是反推测。现在这个例子中，红队拿了2356，虽然前面没有提过2356这种名次，但是我们知道2357会获胜，同时第7名跑到第6名，可以推导2356一定也会获胜，而且比起2357更有优势一点，毕竟蓝队掉到了7、8名，即使红队第3名掉到第4名，也可以做到2456，一样会获胜。当我支持的队伍名次我比较不能直接反映的时候，我会去反推对手的名次。蓝队1467的时候，红队是2358。我们知道2357会获胜，而且是险胜，所以红队2358的名次对蓝队是有利的。此时如果红队抢不到1，就会想办法去做中段的2357或是2456。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习惯，仅供参考。如果你有什么透过名次去判断局势的方式，也欢迎留言分享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3个很经典的比赛，这3个比赛刚好都是刘昌贤的操作。这场是跑1 2022超级杯的比赛，这个时候刘昌贤的队伍 DB 还有对手 GLH 的名次是非常接近的。前方有一个很窄的捷径区，会有机遇出现车祸或是蓄意停车。在出现了路线冲突后 ，GLH 的安正焕掉到了第8名，而且距离相当的远，应该是第8确定了。而且 DB 达到了2457的名次 ，DB 可以选择去拼最后的2个弯，去抢第1名的名次。而柳昌贤这个时候选择把 GLH 的崔胜贤给凹掉，2个队友补上位后，以2、3、4的名次获得胜利。这一场季前赛1的比赛 ，KDF 对上 LSB。已经到了第3圈的中段了 ，KDF 的成员还在7、8名，而且距离掉得非常远。KDF 要逆转的方式只剩下抢1、2了。这个时候，柳昌贤从第5名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内线，一次过掉3个 LSB 的成员，跟卢俊贤1、2冲线，一个字，扯，太扯了。这场又是 KDF 对上 LSB 的比赛，在1圈的矿山地图中 ，LSB 原本即将拿下1、2。如果没有2的话，最差也有1。柳昌贤在曲折弯处在内线过掉了豹哥，这个时候 KDF 的名次一度掉到6、7、8，所以柳昌贤在加速带的最后停车，看能不能至少挡掉一个对手，但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做到中段的名次。那停车的结果是非常的成功，他停掉了贤秀还有豹哥，他们个别撞到一左一右的山柱，而柳昌贤他本身是没有被山柱给卡住的。如果你从速度上去观察，会发现柳昌贤这个停车其实还蛮极限的，他已经快要掉出去加速带了，所以后面的对手是比较难去做预判的。实际上，昌贤这个停车如果让他撞到山柱的话，他有可能会来不及补到4或5的位置。如果跟队友以2368或2378冲线的话，但还是会输掉比赛。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停车应该是在季前赛最神的一次停车了。总结。这一部影片介绍了几个跑团体赛基本的名次观念，像1、2必赢、2、3、4必赢、2、3、5、7、2、4、5、6等中段名次等，以及如何去利用已知的名次去做到推测、反推测。实际上，在比赛中要去判断局势，除了了解名次以外，还要去观察队伍各名次间的距离、配车、选图、路线、策略，还要去看尾流等。但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团体赛会比个人赛好看的原因。那希望这部影片会帮助到刚入门的玩家或是观众。这里是亚布 Kart， 拜拜。